雙寶石項鏈，項鏈能对夜鷹減速嗎？單人噩梦難度實戰。考慮到大部分玩家是手搓，用獵槍不太好瞄準，所以這把我們只帶信仰。當然，經過這麼多把下來，打夜鷹可以圍繞柱子和板子進行牽制，其他道具和困難差不多，唯一的變化是小氣弦章，因為該難度無法使用，剛好也可以將其換成急救針，以提高對局內的容錯。目前單人噩梦時間是不夠搜全圖的，加上隨着跑圖和摸箱會逐步提升厄運追長的階段，在跑圖和摸箱上會造成不少困擾，所以當前最優解還是先找繆斯房擊敗夜鷹，再傳送到地下室開始探圖。畢竟地下室好在刷櫃子的數量是固定的，而且基本都很好找。這裡其實繆斯房就在吊燈的左邊，當時進門應該開下左側的門的，這也導致後邊錯誤的從正上方和右邊搜了大半圈。然後是这模式较为烦人的书架，說好打也確實挺好應付，但說難打也確實難打。我們只需要站在高處打中上面的書2字就行，但難就難在判定很奇怪，看上去打到了，其實並沒有。另外有時候想跳上去打，但總是莫名其妙一腳踩空，也不知道是機制還是啥。可以看到時間過去差不多快2分鐘，已經進入到第一階段。這時候記圖的優勢就凸顯了，打這模式其實也不用記太多，因為單人沒太多時間探圖，所以我們只需要記住夜繆斯房點位即可。這裡看地圖布局的時候也是察覺到了，因為沒法使用書本傳送，所以探全圖的意義不大。畢竟每人想背着100噸重的東西到處跑，除非是奔着大金去的，但感覺與其滿地圖跑，還不如找繆斯房順便吃順路的箱子，然後打完夜鷹吃完地下室箱子回家，不然真的除非是不夠撤離，還不如快速下一把來得實在。當然也有人覺得都不夠路費的，但除非只是那種偶爾玩玩的，如果經常玩這模式的話，感覺墨跡大多應該是溢出的。當然也有一些不熟練的玩家沒法安全的撤離，感覺可以試試找個固牌一起。遊戲裡邊也有許多很熱心的大佬，不吃東西單純就喜歡帶新手跑圖的。這邊補完狀態也是正式開打了，但當時沒注意格擋 CD， 以至於後面出現了些失誤。然後單人不帶獵槍打夜鷹，其實還是圍繞柱子和板子進行輸出。當然也有那種拆分夜鷹攻擊方式，就純靠武器傷害無傷擊殺夜鷹的大佬，這個就看大家的選擇了。畢竟我們的目標只要能擊殺 BOSS 就行。然後是寶石項鏈的減速問題，好像對夜鷹是無效的，至少沒看到有減速的特效。一開始看到沒減速，後邊就沒再試了，不知道大家試過能否減速呢？
哎。